也许我们每个人真的都被困在一个自己制造的虚拟世界里，这个世界看不见铁栏杆，却让无数人在深夜辗转难眠，白天焦虑不安。你或许也有这种感觉，明明四周没有猛兽，也不缺衣食，安全舒适，可内心却仿佛长期活在某种无形的囚笼中，怎么都放松不起来。手机1分钟不看就心慌，讯息刚发出去，对方没立刻回复，就开始胡思乱想。刷着社交媒体，本来只是想放松一下，却越看越焦躁，觉得别人都在过好日子，只有自己困在原地。种种迹象显示，我们的大脑正在上演一场自己吓自己的电影，把日常生活变成了充满内耗的冒险游戏。问题是，为什么我们会陷入这种焦虑内耗的虚拟现实沉迷的现象？我们该怎么逃出升天？难道真的像电影《黑客帝国》那样，我们的现实只是一场精心构建的幻觉吗？带着这些疑问，我们一起来寻找答案。首先看看我们所处的时代，资讯爆炸，社群网络无孔不入，智慧型手机几乎成了我们身体的一部分，一天到晚刷着荧幕，很多人睡前最后一件事，起床第一件事都是看手机。表面上我们和全世界紧密连结，但内心却前所未有的容易感到孤独与焦虑。心理学家观察到，从青少年到成年人，焦虑和忧郁的比例在近10年节节攀升。一项研究更指出，自从智慧型手机普及后，新时代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改变，孩子们从户外玩耍变成整天对着荧幕，青少年的忧郁和社交孤立感明显增加。不仅仅是年轻人，我们所有人都中了这种随时在线的毒。试想一下，你是否也常常有这种感受？脑子很乱，好像一直没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，总觉得别人在前进，自己被落在后头，于是更加不安地滑手机，寻找刺激。结果资讯看得越多，心反而越乱，仿佛被巨浪卷住一样，透不过气来。我们越是依赖荧幕上的那些指标来定位自我，就越容易迷失。点赞数、留言互动、讯息回复速度、最新的新闻推送、演算法推荐的下一条影片，这一切看起来都好及时，好重要，但它们真的能给我们内心带来安稳吗？很多时候，不仅不能，反而火上浇油。我们刷到朋友在晒婚礼、美食、升职的动态，就觉得自己很失败；看到网红分享华丽的生活，又羡慕又自卑；看到新闻讲经济衰退或疾病流行，还没发生在自己身上，就开始恐慌。荧幕里的世界无时无刻不在挑动我们的情绪，注意力被海量资讯牵着走，情绪被演算法撩拨得团团转，内心的不安就像永远关不掉的通知提示音，在脑海中没完没了地响。更糟的是，我们还以为这些随着荧幕闪烁的画面就是真实的生活，因为我们的大脑已经分不清楚什么是眼前的现实，什么是虚幻的念头了。事实上，现代神经科学早就揭示了一个令人震撼的真相，我们所感知的世界本质上是大脑的虚拟实境。我们的感官把外界讯号转换成电信号，大脑再据此绘制出一幅现实图景给我们。我们看到的缤纷颜色其实只是不同波长的光，被大脑翻译成红橙黄绿青蓝紫。我们听到的声音也不过是空气震动，被大脑编码成音调和旋律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从来没有直接接触所谓客观现实，我们体验的永远是大脑处理后的版本。绝大多数时候，这个版本和外界对应得上，我们就称之为正常感知。但只要外界给的信息不完整或被扭曲，我们的大脑就会自作聪明地脑补出一套解释，让我们产生种种错觉。比如，把一只手放进冰水，另一只放进热水，然后同时放进温水，你会感觉到截然不同的温度体验，甚至觉得同一盆水同时冷又热，这就是大脑被欺骗的证据。再比如，我们戴上 VR 眼镜玩高空游戏，明明人站在客厅地板上，可眼睛看到悬崖峭壁，还是会两腿发软，心跳加速，大气也不敢出。哪怕理智知道脚下没有悬崖，身体仍为幻觉买单，出汗、尖叫、惊恐万分。这些科学实验和日常经验都在说明一件事，我们的大脑可以轻易被虚拟的情景欺骗，而一旦信以为真，身心就会产生实实在在的反应。换言之，我们真的有可能活在自己头脑构建的幻觉里，为并不存在的猛兽拔剑挥舞，
折腾得精疲力尽。听到这里，你也许会想，等等，这不就是佛经里常说的那套吗？没错，早在2000多年前，佛陀就一语道破了我们当下这种处境。在佛教经典《金刚经》中有这么一句寄语：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意思是这世界上所有的现象和事物，不论是感情、成功、名声、财富，甚至你今天在手机上看到的社群贴文，全都像一场梦，像虚幻的泡影，像晨露转瞬即逝，又如闪电乍现即灭。我们所执着追求的一切，其实都短暂、不实，无法真正满足内心。这话初听起来很让人挫败，难道什么都不重要，什么都是假的吗？但佛陀真正的用意并不是让我们消极颓废，而是要提醒我们不要被假象绑架，不要把那些随时会变化、消逝的东西当作快乐的唯一来源。因为如果我们把幸福绑在幻影上，结局只会像抓住一把沙，越想抓紧，流失得越快，最后两手空空，徒增焦虑。试想，名利也好，感情也罢，其实都充满不确定。今天风光得意，明天可能大难临头。一段关系再亲密，也抵不过无常变化。人生中的很多东西都像梦一样，说变就变。假如我们不知道这点，拼命执着于抓住它们，就难免活得战战兢兢，患得患失。这种患得患失的心态，不正是当代人焦虑内耗的根源吗？比如，你辛辛苦苦工作，是为了财富带来安全感，可真当存了一笔钱，却又担心经济变化让它贬值。你极力经营形象以获得他人的认可，好不容易有了些名声地位，又开始害怕哪天名声扫地，地位不保。我们内心那根弦一天绷着不敢放松，就是因为生怕所拥有的一切化为乌有。但佛陀在2000年前就点破，那些你视为安全感来源的东西，本来就像露水电光，迟早会消散。这不是诅咒，而是宇宙的基本规律。如果我们能够看穿这点，就不会把虚幻当永恒，也就不会一直活在患失患得的恐惧里。说到这里，有人可能会问，难道要我们什么都不追求，什么都不在乎吗？既然一切都是梦幻泡影，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这正是理解佛法时容易陷入的误区之一。事实上，不执着并不等于什么都不做。佛法讲的是智慧的中道，既不要被假象迷惑，盲目执着，也不要因此消极怠惰，放弃作为。关键在于心态的改变，放下执念，但投入当下，这才是佛陀开出的解毒药。就像《金刚经》中最著名的一句话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意思是说，心中不执着于任何东西，却又能升起种种善心。简单讲，就是放下内心的执着，同时积极地活在当下。这听起来有些矛盾，不执着还怎么升起热忱的心呢？其实一点也不矛盾。当一个人不再被恐惧和贪念牵着鼻子走的时候，他反而可以更纯粹、更全心全意地去做该做的事。因为没有杂念的干扰，行动就变得干脆利落，力量也更集中。让我们举个容易理解的例子，射箭。一个射箭高手平日练习的时候轻松专注，往往箭无虚发。可是一旦告诉他，今天这一箭关系到他的名誉和巨额奖金，他反而可能紧张的手心冒汗，频频失误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心中住着对输赢的执着，对得失的杂念。杂念一多，内耗就来了。原本稳健的手开始发抖，平常射中的箭也射歪了。相反，如果他抱着游戏的心态，只专注当下拉弓瞄准的过程，不去瞎想结果，说不定更容易发挥水准。人生也是同理，很多时候我们不是败给了实力，而是败给了自己脑子里的内耗。所以《金刚经》所说无所住而生其心的智慧，乍看深奥，其实可以运用在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，从考试、工作到人际关系，追求梦想，哪一样不是如此？当我们放下过度的得失心，反而更容易全力以赴，乐在其中。结果往往是该得的反而更容易得到，该做成的反而更容易做成。很多成功人士回顾经历时也发现，最初如果只一门心思追逐名利，往往走得战战兢兢，绑手绑脚。但当他们将热情投入在事情本身，甘心做好眼前该做之事，不知不觉反而水到渠成，名利双收。
这看似有点玄妙，实则正应了佛法的智慧。你越刻意强求的东西，越容易失控；你若不那么执着，反而更能把握。谈到这里，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历史，来看看古人是如何运用这份智慧，以及它带来了什么影响。佛陀讲《金刚经》已有2000多年历史，在这漫长的岁月里，无数人因为领悟了其中道理而改变了一生的命运。最著名的例子之一，就是禅宗六祖慧能大师的故事。慧能出生在中国唐朝一个贫寒人家，不识字，年轻时以卖柴为生。按理说，这样的人在当时社会是很难接触高深佛法的。然而命运奇妙，就在他20来岁时，有一天挑着柴路过一家客栈，突然听见里头有人在诵读佛经，那正是《金刚经》。当诵经人念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这句时，慧能仿佛被当头棒喝，整个人镇住了。他后来自己形容当下的感觉是豁然大悟，仿佛明白了宇宙间最重要的道理。一个目不识丁的樵夫，为什么光凭一句经文就能开悟？这在别人听来不可思议，但慧能的亲身经历证明，智慧与学问地位无关，关键在于能否抓住真理的核心。慧能当下明白，一切万法都离不开自心，我们的心不应执着于任何外在的条件，才能升起真正的智慧和慈悲。就为了追寻这一句话背后的奥秘，慧能毅然把老母亲托付有人照顾，自己千里跋涉去拜师学法。后来的故事大家也许听说过，慧能虽然出身低微，但凭借对《金刚经》精髓的体悟，最终继承了五祖弘忍的衣钵，成为一代宗师，也就是禅宗第6代祖师。《金刚经》的一句话可以改变草根的命运，让一个文盲开启智慧之门，这力量不能不说神奇。直到临终前，慧能还反复叮嘱门人要以《金刚经》印证自己的修行境界，由此可见他对这部经的推崇。除了精神上的大智慧，《金刚经》蕴含的道理在现实生活中也有极强的指导意义。很多人以为佛经只是出家人念的，其实不然。《金刚经》被誉为一部人生哲理手册，各行各业的人都能从中受益。我们就拿企业商界的案例来说吧，你也许不知道，亚洲首富级别的人物，香港的大慈善家李嘉诚先生，就是《金刚经》的爱好者之一。李嘉诚曾公开表示，他非常喜欢《金刚经》中的一句寄语：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这句话我们前面解释过了，讲的就是世事无常，万象皆空的道理。李嘉诚说，佛教的哲理为他导航，帮助他度过人生中的忧虑、恐惧和种种变迁。试想，一位白手起家的传奇富豪，一生见过多少大风大浪，仍难免会有焦虑和恐惧的时候。而当他感到不安时，佛法的智慧成了指引他穿越迷雾的灯塔。李嘉诚特别提到，智慧由看破执着开始，也就是说，真正的智慧是从看穿自己的执迷开始的。当我们明白了一切如梦幻泡影，就不会死抓着旧模式不放，也不会因环境变化而手足无措，而是能以更豁达灵活的心态去应对挑战。李嘉诚把这种无执着的精神称作出世精神，但强调他不是要逃避现实，而是要转化成积极的入世行动。这番话非常精彩，以无所执着的心态做入世积极的行动，这正是《金刚经》在现代生活中的运用典范。也许有人会好奇，一个叱咤商场的企业家怎会对佛法如此笃信？其实，越是经历丰富的人，越能体会佛陀所说如露亦如电的滋味。商场风云变幻，多少曾经的大公司转眼消失，多少富贵荣华顷刻成空。李嘉诚能在浮沉中保持定力，甚至把握机遇，不断创新，背后正是看破执着、心怀慈念的智慧在支撑。他还将这份智慧付诸慈善，成立基金会服务社会，这也是一种无住生心，不为名利而为善，因不执着反而行稳致远。由此可见，《金刚经》的智慧不仅仅属于古代高僧，也能成为现代人人生开挂的心法。现在我们再回到佛陀当年在《金刚经》中传授的核心观念，为什么这部经能对后世产生如此大的影响？究其根本，在于它击中了人类烦恼的要害。《金刚经》里，佛陀反复强调一个修行重点，要破除四相。什么是四相呢？简单说，
就是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。乍看拗口，其实非常有深意。我相指的是对我的执着，也就是我们平常讲的自我意识、自我中心。人相指的是对他人、他者的执着，换言之，就是主观区分出我和你们这一群和那一群。众生相范围更大，只对一切众生个体独立存在的执着，也可以理解为对生命现象的执着。最后的寿者相讲的是对寿命长短、存在时间的执着，可以引申为对时间和生命实体性的执着。听起来有点抽象，我们把它拆开来，结合生活体验看看。首先是我相，每个人一出生就会逐渐形成我的概念，有了自我意识。本来这没什么问题，但随着成长，我们不知不觉给我加上很多标签和包袱。我的身份、我的地位、我的长相、我的才华、我的优点缺点，甚至我所有过的成功和失败，统统绑在我这个形象上。于是这个我变得越来越沉重，越来越脆弱。我们费尽心思想保护它，不让别人看低它，希望它越来越完美。结果呢，稍有不如意就痛苦万分，别人一句批评就觉得被否定，全因为太执着于这个虚构出来的自我形象。其实冷静想想，我难道真有那么固定吗？身体在变，想法在变。10年前的你和今天的你或许判若两人。我们所认定的自我，不过是无数经验累积的一个概念产物。今天别人夸你能干，你就觉得我很棒；明天上司说你无能，你又觉得我不行。可见这个我的概念其实很虚幻，它总是随环境变动而起伏。但是如果我们执着地认定我就应该怎样怎样，那就麻烦了，会变得又固执又脆弱，无法接纳变化，也无法正视自己的不足。一旦谁挑战了你的自我概念，就像碰了逆鳞一样难受。现代心理学也描述过这种现象，很多人的内耗来自于自我分裂，理想中的自己和现实中的自己打架。例如表面在人前要强颜欢笑，内心却压抑痛苦，或者明明想走艺术道路，却逼着自己读商科，结果精神崩溃。这些都是我相在作祟，我们被一个头脑里的假我牵着鼻子走，当然活得疲惫不堪。再看人相，人相说的是我们把人我对立、彼此分别执着的现象。简单说，就是标签化他人和比较心。我们很自然的会把别人当成独立于我的他者，然后进一步比较高下亲疏。比如看到同事升职了，心里不是羡慕就是妒忌；遇到陌生人跟自己观点不同，马上归类对方是敌人阵营。因为有人相，我们眼中的世界就被分割成各种阵营，亲友 V， 外人，对我好 V， 跟我抢的人，我们国家 V， 他们国家等等。这种强烈的分别心带来无穷的冲突和烦恼。其实每个他人也和我们一样，有喜怒哀乐，有成长轨迹，并不是刻板的敌友标签所能概括。金刚经让我们破除人相，并不是要否认你我是独立个体，而是提醒我们不要总从对立比较的角度看待他人。我们都是人类这个大家庭的一员，你好我好，其实荣辱与共。如果老把别人看成竞争对手、防备对象，心里自然难有宁日。放下人我的对立执念，多一些将心比心，将心看众生的胸怀，反而能活得坦荡平和。很多烦恼的根源在于过度比较，别人孩子考上名校，我急；朋友买房了，我愁；同学发财了，我夜不能寐。但比较来比较，去永无止境，到头来伤的只是自己。破除人相，就是要我们跳脱这无谓的内耗，学会看到人与人之间深层的平等与连结。第三是众生相，这个词更大，它指的是对万事万物个别实体性的执着。简单说，就是我们看这世界，觉得万物彼此独立，一草一木，一虫一兽都各自为政。实际上，在佛法看来，众生互相依存，没有绝对独立的存在。举个例子，我们吃一碗饭，里面有农夫的汗水，有阳光雨水的滋养，有大地泥土的养分，每一粒米都不是孤立出现的。如果执着于众生相，就容易产生两种极端心态，要么自大，以为自己可以脱离一切独善其身，要么自卑，感到自己渺小孤立无援。其实我们每个生命个体都紧紧联系在整体之中，知道这点，我们就不会妄自尊大，
也不会妄自菲薄，更不会漠视其他生命的痛苦。现在全球环境问题、战争问题，归根到底都是众生相的执念在作怪，觉得别人的死活跟我无关，地球其他生物的存亡无所谓，只顾眼前私利。这种割裂的视角，最终伤害的也是整体以及我们自身。破除众生相，就是要建立起普遍的同理心和责任感。别人的孩子也是孩子，远方的灾民也是同胞，森林里的动物，海洋里的鱼，也是我们共处一个天地的生灵。当我们不再执着于小我，而忽略大我、整体，内心会生出更广大的爱和悲悯，许多怨怼和烦躁也会因此化解。因为心中有爱，怨恨就少了，懂得共存，争斗就少了。很多人发现，当自己开始关注服务他人，关注更大的公益使命时，反而走出了原本狭隘的焦虑圈子，获得了新的力量。这其实就是破除了众生相执着后，生命格局变大了，原先困住自己的小烦恼就迎刃而解。最后谈寿者相。寿者相指的是对寿命长短、时间、生死的执着。我们每个人都会在意自己能活多久，害怕死亡，也对时间流逝充满焦虑。年轻人怕蹉跎，恨不得人生开挂一路直追；中年人怕老去，抓紧每分每秒证明自己价值；老年人怕死，留恋过往不舍得放手。可以说，人类的时间焦虑是最普遍的心理压力来源之一。但《金刚经》给我们一帖良药，它从根本上动摇我们对时间和生命实体的执念。经上说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。意思是，过去已经过去，抓不住；未来尚未到来，也无从把握。就连刹那流逝的现在，转眼就成为过去。因此，无论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都没有一个可以被我们永久掌控的实体。时间就像幻影，不存在一个独立长存的现在让你抓住。这听起来让人有点茫然，但也包含大智慧。既然时间的本质是流动无常，那又何必为没抓住某个时刻而悔恨，或为不知道未来会怎样而恐惧呢？我们经常内耗，就是因为活在对过去的懊悔和对未来的担忧里面。然而过去的你其实已死，未来的你尚未生，真正的你只有此时此刻这一念心。在这一念中，如果你能全然醒觉地活着，那就是永恒。若是浑浑噩噩被牵着鼻子走，即便长寿100年也是虚度。佛法不是告诉你生命短暂无常就很绝望，而是要你珍惜当下，当下再当下，放下对时间的执着，反而能活得更充实。比如有人过去犯了错，一辈子陷在悔恨中不可自拔，其实那只是跟不存在的过去在较劲。有人过度恐惧死亡，于是不敢真正去爱，去冒险，结果活着时已经失去了生活。看开生死无常，才能大胆地活。曾有一位开悟的高僧说，我每天都在等死，但从不怕死，因为他知道生死不过如换衣服，存在不过如旅人借宿。这种超脱的心境让他能活在每一个当下，不为逝去哀伤，不为未来忧心，身心安详而能量充沛。对我们凡夫俗子而言，也许做不到高僧那样彻底，但至少多多少少我们可以练习不纠结过去，不预知未来的恐惧，一点一滴把注意力拉回当下手头的事。你会发现内心的杂音减弱了，时间仿佛变充裕了，焦虑也不再无孔不入地袭来。综上所述，佛陀提出破除我、人、众生、寿者4项的教导，就是在各个层面帮助我们拆掉虚拟世界的4面墙：自我的墙、分别的墙、冷漠的墙、时间的墙。当这些墙一一倒下，我们狭隘的小房间轰然坍塌，映入眼帘的将是一片辽阔自由的天地。有人也许担心，墙都没了，会不会变得不切实际，失去人生方向？恰恰相反，墙外才是真正宽广的现实。你将第一次拥有真正的选择自由和清醒。这就好比一只困在蛋壳里的小鸡，从里面看世界狭窄黑暗，满眼都是壳内的阴影。当他勇敢啄破蛋壳，才发现原来外面有阳光、空气和广阔的农场。对我们而言，《金刚经》的智慧就是那一啄，使我们破壳而出，见得天地。破除了4项之执，我们不再无谓的和自己过不去，不再日日神经紧绷，如临大敌。我们会发现，
原来心可以这么静，这么定，静到听得见花开的声音，定到容得下世间的千变万化。在这种状态下，我们不但不会变成冷漠的木头人，反而会迸发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和创造力，因为所有内耗的能量都节省下来，统统用于当下真正重要的事情。很多人说，学佛的人身上有一种平和又坚定的气质，就是因为他们心中那部让人焦虑的虚拟实境投影仪关小了，调暗了，不再全天候播放那些恐惧和贪求的幻象，所以他们的眼神中多了一份笃定，遇事也少了一份慌张。这不是麻木，而是心如明镜，照见一切却不被尘埃覆盖。我们可以再从另一个角度来体会《金刚经》的奥妙。这部经常被称为智慧之剑或金刚宝剑，因为它的思想像金刚石一样锐利，能斩断一切迷惑和执着的结。经文中佛陀讲法的方式也很独特，常常使用一种看似矛盾的三段论来点醒众人。例如，佛陀会说，善男子善女人发菩提心，度一切众生，而实无众生得度者。意思是说，修菩萨道的人立志要度脱一切众生，但其实内心明白，没有一个实在的众生可被度脱。这句话表面自相矛盾，一边要度众生，一边又说无众生可度，怎么理解呢？其实这正是《金刚经》的高明之处。在现象上，我们应该慈悲地救度一切苦恼的众生，但在智慧上又应了分明，知道众生的苦恼毕竟是缘起的假象，没有永恒不变的实体，因此不会因度人而生执着傲慢，也不会因众生无尽而灰心退转。又比如，佛陀问弟子须菩提，可以32相见如来否？须菩提答，不也，世尊。不可以32相得见如来，何以故？如来所说32相即是非相，是故名32相。这段对话的意思是，佛陀问，能不能依照32种庄严相貌，佛教形容佛的32种特征，来认识如来、真理或佛性呢？须菩提回答，不能，因为佛所说的32相，其实即非真实固定的相，所以只是暂名为32相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我们执着于任何具体的形式，就看不见真相。要见真如实相，必须见诸相非相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这是《金刚经》的点睛之笔，也是破解虚拟幻象的终极密码。凡是你眼耳鼻舌身意所感知的一切，只要是有形有相的东西，没有一样不是虚幻不实的。如果你能见到一切相都非恒常真实之相，你就见到了如来，也就是见到了宇宙人生的真相。这句话揭示出我们开头说的重磅证据，世界真的是虚拟的，我们经验到的一切都是暂时的投影。当你看穿这点，整个认知就升级了，仿佛拿到一把穿越迷雾的钥匙。有趣的是，现代很多前沿科学和哲学观点，竟然在某种程度上与佛陀的这番教诲不谋而合。比如，当代一些物理学研究让人困惑于物质的虚幻，粒子在量子尺度下呈现波粒二象性，观察者的存在会改变实验结果。宇宙学也提出模拟宇宙的假说，有科学家认为我们的世界可能只是高维文明运行的一个程序。在如意识研究中，有科学家提出，意识就像一场受控的幻觉，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头脑中活出了一套对外界的幻想剧本。这些想法听起来很像科幻，但竟与《金刚经》所说如梦如幻有着异曲同工之妙。当然，科学还远远不能证明这世界就是电脑动画。不过就算抛开那些前卫理论，我们日常体验的世界本身就充满幻觉。从小到大，我们每晚都会入梦，梦里或喜或悲，醒来方知一场空。然而你我有没有想过，会不会有一天所谓清醒的人生，其实也是在更大层次上的一场梦？这并非天方夜谭，很多有大彻大悟经验的人就用梦醒来形容自己的转变。他们说，以前仿佛活在梦中，斤斤计较着名利恩怨，处处碰壁，满腹苦恼，而觉悟之后，好像从一场漫长的噩梦中醒来，看透了那些执着实在可笑，自此心境豁然开朗。古往今来不乏类似的见证，我们平常人或许难以顿悟，但至少从别人的经历可以窥见，
金刚经》所讲的并非玄幻逃避，而是实实在在能让人获得心理自由的妙法。值得一提的是，《金刚经》不但是思想深刻，在文化上也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地位。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本有确切纪年的印刷书籍。1000多年前的唐朝，活字印刷尚未发明，但中国人已经用雕版技术印刷了经书。而目前已知最古老的雕版印刷品，正是一卷《金刚经》，印制于唐朝咸通9年，公元868年。想象一下，距今超过1150年的岁月前，就有人不惜工本地大批量印刷这部经，流通世间。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古人对《金刚经》智慧价值的认可。古代帝王将相、文人墨客，很多都是《金刚经》的信徒。不仅僧人研读，世俗中人也以诵读《金刚经》为功课，期待从中汲取心灵力量。在民间甚至流传着不少诵持《金刚经》祸福消灾的故事。有人行船遇险，持诵此经转危为安；有人身患重病，诚心念诵，逐渐康复等等。这些传说故事真实性如何，或许无从考证，但至少反映出历代以来人们对这部经典寄予厚望。因为苦难人人都有，解脱之道难寻，而《金刚经》就像一盏明灯，为无数在黑暗中摸索的人提供了方向感。当然，理性的讲，光念经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，关键还是要理解并实践经中的智慧。如果一边念诵，一切如梦幻泡影，一边该计较的还是计较，该生气的还是生气，那经文再灵也救不了我们。所以，真正的秘法其实不是什么神秘的咒语，而是落实在生活里的心态转变和行动改变。例如，学了《金刚经》后，我们可以在日常做个小练习。当烦恼、焦虑袭来时，先深呼吸一下，提醒自己，这不过是一场虚幻的风暴，我不需要跟着起舞。你可能正在为工作失误而懊恼不已，心中不停责怪自己。这时试着退一步想，1年后再看，这次失误还重要吗？10年后呢？也许根本不值一提。既然如此，现在又何必钻牛角尖？又或者你因为朋友一句无心的批评，夜里辗转难眠，越想越气。这时不妨告诉自己，他这句话就像天上一片浮云，不会长久停留，我不用给他力量让他变成暴风雨。这样想时，可能心情就平复一半了。再比如，你在刷社群动态时，突然心生嫉妒或失落，不妨立即觉察，荧幕里那快乐的画面就像电影片段，别人的人生有高潮，也有低谷，我看到的只是剪辑，不必拿来和自己的完整生活比较。这么一想，心里是不是舒服些？这些都是运用《金刚经》观念的小方法。开始或许不习惯，但经常自我提醒，久而久之，心境真的会发生改变。曾有位年轻人分享他的经验，以前总是活在别人的评价里，自卑又焦虑。学了佛法后，每天起床对自己说，我今天不评判自己，也不在意别人的评判。几个月下来，他居然脱胎换骨般的自信开朗了。其实，他就是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的道理融入了生活，不再固执的贴标签、下定论，整个人就松开了。说到底，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像有2个开关，一个开关一旦打开，就陷入种种执着幻觉，从而滋生贪婪、恐惧、憎恨、自私，让我们困在狭隘痛苦的空间里。而另一个开关则通向清醒自在的广阔境界，那里充满了爱、智慧、勇气和从容。金刚经的意义就在于教我们如何关掉错误的开关，打开正确的开关。它不是要你逃避现实去当苦行僧，而是希望你在繁华尘世中练就一颗清明不染的心。想象一下，如果我们不再为虚名浮利劳神，不再为一点得失斤斤计较，不再被无数信息搅乱心绪，而是能专注于当下，珍惜眼前人，做好眼前事，人生将是何等踏实而有力量。那种状态或许正是很多人口中开挂了的人生。外在看起来没什么魔法，但内在早已焕然一新，像游戏里加满了 buff 一样，遇事再也不容易乱阵脚，发挥总能稳扎稳打，甚至超常。旁人也许会惊讶，你怎么变得这么强大又平和？你淡淡一笑，因为我知道了什么是真实，什么是幻觉。那一刻，你的眼中或许有光，那是洞悉世事后解脱的光彩，也是慈悲智慧自然流露的光彩。最后，
我们再回头看看这个令无数人倍感焦虑的时代，其实正需要这样的古老智慧来疗愈人心。我们已经试过无数方法，忙碌、娱乐、消费、学习各种知识技能，希望找到安全感和快乐，但效果往往不长久。与其如此，不如静下心来，试着从2000多年前传下来的《金刚经》中寻找指引。它教给我们的并不是繁琐的宗教仪式或深奥难懂的学说，而是一种全新的看世界的方式。当我们用这种方式来打量自身和周遭，一切将大不相同。我们会发现，本来咄咄逼人的压力没那么可怕了，本来令人生厌的人也有可悯之处，本来放不下的过去也云淡风轻了，本来以为非要得到不可的东西也许不再那么必要，本来恐惧面对的未来也不过是众多可能性之一，不再被假我、假象牵着走，心就慢慢安定下来，能量和专注回到自己身上，你开始真正的生活，而不只是为了某个虚幻目标而活。这种踏实本身就是快乐。有人说这是佛法感，不是要你信什么神佛，而是一种态度，随顺宇宙的规律而活，不和虚幻的东西较劲。我相信这才是破解我们现代焦虑内耗困局的终极秘法。总而言之，重磅证据摆在我们眼前，我们大脑构筑的很多现实其实是虚幻的牢笼，而摆脱苦难、跳出牢笼的密钥早已藏在《金刚经》里，等待我们去领悟。也许你不一定成为宗教信徒，但这智慧对任何人都是宝贵的。当你下次心乱如麻、不安焦虑的时候，不妨想起今天我们讨论的观念，这一切不过如梦幻泡影。然后深呼吸一下，告诉自己要无所住而生其心，放下多余的执着，专注于眼前当下。或许刹那之间，你就能体会到如释重负的自在。一点一滴练习下去，总有一天你会惊喜地发现，原本困住你的那个虚拟世界早已土崩瓦解，而你将以全新的眼光看待人生，迎接命运的挑战。那时的你，虽然仍然行走在人间烟火里，却仿佛脱离了苦难的重负，如同开启了隐藏的挂机能力一般，从容自若地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。这便是《金刚经》给我们的启示，让我们共同勉励，学习古老的智慧，活出现代的解脱。祝福每一位正在寻找内心平静的你，都能早日走出焦虑的幻影，找到真实的幸福。清醒的人生，值得勇敢地去体验。